注意看，面对阿 Sa 喋喋不休的叫唤，老哥一言不合选择了直接开干，一脚油门到底，来到7000转。眼看来者不善，阿 Sa 的动作也丝毫不慢，立刻转身上车，接受老哥的挑战。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 Sa 约瑟夫基利安正在高速上巡逻，此时他的时速在140公里左右，而这条路的限速只有120公里。明明已经超过限速不少的他，却发现前方这位老哥的速度比他更快。他们可没有什么超速10%以内不处罚，被阿 Sa 盯上，要么认栽，要么凭本事说话。可以看到，阿 Sa 在身后特地多跟了一会儿，但遗憾的是，老哥并没有跑出更快的车速，雷达上的数字最终定格在了150公里每小时。这个速度已经足够阿 Sa 开一张高额罚单了，于是他打开氛围灯准备收网，老哥倒也十分配合，一看阿 Sa 开灯，他便立刻减速。当探照灯打到老哥车上时，阿 Sa 才发现这居然是一辆豪车，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23款的保时捷凯宴，这辆车搭载3.0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48，100公里提速仅需6.2秒，哪怕是基础款，最高车速也能突破250公里每小时。而这辆车在北美的起售价就高达7万美刀，一看老哥开这车还如此听话，阿 Sa 已经在心里将罚单的金额提到了顶格，干完这一票，今天就可以美美的下班了。但事情的发展却和阿 Sa 想象的完全不同。当两人把车停稳后，阿 Sa 便开始了例行检查。在一番交谈过后，阿 Sa 得知老哥刚刚参加完一场葬礼，现在正在返回的路上。之所以开得这么快，是因为这辆车是租的，必须要在19号之前还车，而此时距离还车时间还有半个小时。阿 Sa 向他索要驾照，老哥表示没带，但给了他一张身份证，让阿 Sa 去查。没有想到阿 Sa 这一走却迟迟没回，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。本就着急还车的老哥在车里是如坐针毡，盘算着剩余的路程，时间应该勉强还够。直到过去了4分多钟，阿 Sa 终于回来了。但和老哥想象的不一样的是，阿 Sa 查到这张身份证明下根本就没有驾照，这下可不是开罚单的问题了，得把老哥带回局里慢慢调查。一看是这么个结果，老哥觉得简直是在浪费时间，本来就着急还车，可是这4分钟又白白浪费，于是便一脚油门发起了匹配。而从阿 Sa 的站位就能看出来他做好了准备。虽说凯宴很强，但风浪越大鱼越贵，第一时间回到车内，今天定要叫这老哥尝尝 PIT 的滋味。可以看到，阿 Sa 起步的时间并没有比老哥晚上几秒，但是在100英里以后的爆发上要比老哥慢上不少。在第一波交锋就从阿 Sa 的视线中缓缓变小，只怕这老哥是个隐藏的大佬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难怪阿 Sa 200公里的时速都始终靠近不了。就老哥这实力，哪怕是在阿肯色州打着灯笼也难找。越过层层车流，终于在前方清楚地看见老哥的尾灯。此时正是下坡，这是一个靠近的好机会。阿 Sa 油门焊死，车速开始飙升。像这种大直线，道奇充电器可还没服过谁。车速很快便来到了225公里的电子限速，看样子是和前方的老哥陷入了僵持之中。但实际上，阿 Sa 的雷达显示，老哥的车速已经达到了240公里每小时，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。这种视线还能跑这么快，多亏了神器小路泡芙妹 Pro 提状态。上次推完，大家反响都不错。这次他家新出了蓝色款，还是蓬蓬软软，好温柔。升级锁温是真流，吸湿透气还清爽，睡眠质量蹭蹭涨。醒来继续卷时长，厚薄尺寸有3种，总有一款刚刚好。我以前的旧棉被重如山，手脚暖不了，盖久危害大。小鹿3层隔离设计有妙招，上下2层远红外发热面料，盖着像在小姐姐的怀里抱。中间的超细纤维加3维立体结构，把温度牢牢锁住，翻身随便翻，再也不漏风。还升级了吸湿纤维和莱赛尔纤维，吸湿排汗嗖快，整晚干爽超安逸。整床还采用7A 抗菌面料，加了控米抗菌纤维，直接贴身盖也安心。脏了直接扔洗衣机，里面的行缝很牢固，洗了不跑棉，耐用不娇气。评论区领券，到手就是全年最低价，保价1年还送运费险，2年内有问题免费换新。想睡个好觉的朋友快冲！两人的距离正在被扩大，只是视线条件太差，一时间看不出来。而随着拖延的时间越来越久，老哥最终还是从视线之中消失，居然就这样硬生生的在直线上将阿 Sa 和他的道奇充电器给拉爆。不愧是凯宴，哪怕是最基础的版本，比阿 Sa 少2个缸都能跑出这种速度。不过主要还得是即将到期的还车时间和阿 Sa 高额罚单的双 buff 加持下，才让老哥彻底的豁出去了。
此刻老哥领先的距离接近500米，在车流的掩护下，阿瑟一度看不见他的尾灯。这个优势放在市区，只要拐几个弯就有机会将阿瑟摆脱，但在高速上却还远远不够。但凡出现一个小失误，就有可能被阿瑟跟上，前功尽弃。在越过山坡之后，阿瑟又一次将老哥锁定。或许是长时间没有看见氛围灯，以为阿瑟早就已经放弃，老哥有点松懈，适当的放慢了车速。当阿瑟再次出现时，老哥便不再大意，施展出全力，让阿瑟觉得彻底没戏，绝对不是对手的阿瑟立刻呼叫了队友。虽然落后了不少，但现在至少还能看见老哥前进的方向。只要队友的支援来得及时，以逸待劳的情况下，胜负还尚未可知。毕竟在高手的对决当中，耐力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。可就当阿瑟还在和队友沟通之时，前方的老哥再次发力，阿瑟勉强能看清他超过了一众车流，而雷达显示老哥的车速已经达到了260公里每小时。在可视条件这么差的情况下，居然还能有如此恐怖的爆发，一时间不知该说是老哥的车技了得，还是延期还车的罚款金额太大。就这样，阿瑟又一次眼睁睁的看着老哥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，靠自己恐怕是悬了。此刻的他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队友的身上。可以看到，在匹配后不到4分钟，阿瑟便将车速降到了200公里每小时，这很明显已经是不抱太大的希望。之所以没有放弃，是抱着一番侥幸的念头，希望队友能跟上，又或者老哥自己翻沟里。而从老哥的视角出发，如果早知道这阿瑟连4分钟都坚持不到，那他恐怕就会在第一时间开溜，而不是在原地浪费4分钟。不过在阿瑟的这一番陪跑下，浪费的时间也追回了不少。就这样，这场匹配以老哥成功摆脱阿瑟而结束。不过这只是代表这一次事情结束，因为在停车时就已经掌握了老哥的身份信息，在老哥提供的身份证上显示，老哥名叫肯尼斯·波顿。按照这个信息，阿瑟下发了通缉令。至此，这个世界又多了几个叫这个名字的倒霉蛋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最终以阿瑟关掉氛围灯，放弃追捕而结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